在五代十国这片混沌无序的乱世之中，却诞生了一位堪称乱世清流的帝王——后周太祖郭威。他起于行伍，饱经丧亲之痛与权力倾轧，凭智谋与勇毅逆袭登顶。他摒弃奢靡，锐意改革，以民为本，在短短3年间为凋敝的中原注入生机。他打破家天下的桎梏，传位于贤，为后续的统一大业埋下伏笔。这位从行舟瑶山走出的草根帝王，用一生书写了一段从乱世枭雄到治世明君的传奇，更成为连接五代与北宋、黑暗与治世的关键枢纽。公元904年，郭威诞生于行舟瑶山县，今河北省隆尧县。祖父郭运曾任后唐河内马步军都虞候，父亲郭简更是晋王李克用麾下的得力干将，官至刺史。但郭威的童年却并未沐浴在家族的荣光之中，反而饱经战乱与丧亲之痛。当时唐末藩镇割据的乱象愈演愈烈，幽州节度使刘仁恭割据一方，与晋王李克用势力纷争不断。父亲郭简在这场权力角逐中不幸遇害，母亲王氏强忍悲痛，带着年幼的郭威前往潞州投奔亲友，却未能抵御路途的艰辛与疾病的侵袭，在途中撒手人寰。幸得姨母韩氏提携抚育，郭威才得以在乱世中勉强存活，逐渐长大成人。郭威18岁时，应潞州留后李继韬招募入伍，因身材魁梧，勇力过人，被收为牙兵。不久，李继韬因反叛后唐被诛，其部众被收编，郭威由此转入后唐军队。在后唐、后晋两朝，郭威长期担任中低层军校，虽无显赫功名，但积累了丰富的行伍经验。他尤其喜好研读兵书，这使他逐渐从一介勇夫成长为一名粗通谋略的武人。这段沉潜的岁月磨砺了他的心性，也为他日后崛起奠定了基础。后晋末年，郭威与后来的后汉高祖刘知远建立了深厚关系。当刘知远担任后晋的侍卫亲军都虞候时，郭威便在其麾下任职，并深受信任，成为刘知远的心腹将领之一。公元947年，契丹攻破开封，覆灭后晋，中原大地群龙无首。刘知远趁势在太原登基称帝，建立后汉政权。郭威作为其从龙旧臣，凭左命定国之功，备受枢密副使、检校司徒，自此跻身权力核心，执掌后汉机要军务。公元948年，后汉高祖刘知远病重不起，临终之际，召郭威与苏逢吉、史弘肇等重臣入内，托以顾命之责，令众人同心辅佐太子刘承佑。刘承佑登基为后汉隐帝后，郭威升任枢密使，总揽全国兵权，成为后汉政权赖以支撑的核心军事支柱。此时的后汉政权刚刚建立，根基未稳，各地藩镇割据势力蠢蠢欲动。河中节度使李守贞本是后晋旧将，归降后汉仍手握重兵，自恃功高，骄矜跋扈，一心谋逆。永兴节度使赵思婉、凤翔节度使王景崇则因后汉立国后对藩臣多有猜忌，赋税苛重而生怨怼，渐生反意。公元948年3月，李守贞、赵思婉、王景崇相继拥兵反叛，史称三镇之乱。战火迅速蔓延至陕西、河东诸地，后汉政权陷入生死攸关的统治危机。隐帝派遣将领率军征讨，奈何诸将指挥失当，军心涣散，数月征战徒劳无功，叛军的气焰反倒愈发嚣张。危急存亡之际，后汉隐帝只得将平叛的希望尽数托付于郭威，命他西出都领诸军，
全权率军平定三镇之乱。郭威抵达河中前线后，并未急于发动进攻，而是首先深入分析了叛军的优势与劣势。李守贞等人凭借城池坚固、粮草充足，负隅顽抗，若急于攻城，必然会造成重大伤亡，且难以速胜。因此，郭威制定了筑垒围困、断其粮道的战略方针。他下令在河中城外修筑连垒，分兵四面围困，同时调遣5线丁壮加固营垒，形成严密的封锁线。郭威的围城策略并非单纯筑垒，而是兼具军事封锁与政治攻心。《资治通鉴》记载，郭威下令修筑长围，将河中城与外界彻底隔绝。同时，他对叛军家属采取安抚政策，凡出城投降者一律善待，且允许其传递家书，劝降城内将士。此外，郭威还特意召见李守贞的旧部，晓以利害，让他们前往城下喊话，揭露李守贞称帝自娱，不顾百姓的真相。这些举措瓦解了叛军的心理防线，城中士兵逃亡者日益增多，为后来的破城奠定了基础。在围困期间，李守贞多次率军突围，均被郭威率军挫败，叛军每次出击都损失惨重。郭威则亲自坐镇军中，与士卒同甘共苦。他在军营中接待宾客时，身着宽袍大带，温文尔雅；而在临阵作战时，却身着短衣，头戴拂巾，与普通士兵毫无二致。皇帝赐予他的财物，他也从不独自占有，而是与诸将一同射箭赌胜，任由将士们取走，剩余的则全部分赐给士兵，因此深得军心，将士们无不奋勇作战。经过数月的围困，河中城内粮草断绝，叛军将士鸡疲交加，士气殆尽，人心涣散。郭威见时机成熟，下令全军四面攻城，将士们奋勇争先，迅速攻破了河中城的外城。李守贞见大势已去，自焚而死。河中平定后，永兴的赵思琬见主力覆灭，自知无力抗衡，开城归降。而凤翔的王景崇拒不投降，负隅顽抗至最后，最终也举城自焚。至此，三镇之乱彻底平定，风雨飘摇的后汉政权得以转危为安。郭威凭此平叛的赫赫功勋，被晋封为邺都留守、天雄军节度使，河北诸州军政要务皆由其节制。他也自此一跃成为后汉权势最盛、实力最强的藩镇重臣。此后，郭威又率军北伐，抵御契丹入侵。公元949年，契丹数万骑兵入侵河北，杀掠利民。郭威奉命北伐，率军进至魏州。郭威一面下令河北诸州加固城防，收拢百姓入城，坚壁清野，以断绝契丹粮草来源；一面命监军王俊分兵北上，直取镇州、定州一带，形成侧翼牵制之势，阻断契丹北撤的退路。契丹军本就忌惮郭威的军事威望，听闻其亲率大军前来，又察觉退路有被截断的风险，加之粮草补给日益匮乏，未敢与汉军正面接战，便仓促北撤。郭威顺势率军追击，不仅成功将契丹军逐出后汉边境，收复了此前被袭扰的失地，更彻底扭转了后汉军民对契丹的畏敌心态，极大提振了全军士气。经此，郭威在河北藩镇中树立起崇高威望，当地军民感念其保境安民之功，民心所向日益明显。随着郭威的功勋与威望日隆，后汉隐帝刘承佑对他的猜忌也日渐深重。刘承佑自即位以来，便一心想要摆脱辅政大臣的掣肘，亲掌朝政大权，而郭威、史弘照等开国元勋手握军政重权，
恰好成了他集权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尤其是郭威常年镇守邺都，手握重兵，在军中与河北藩镇间威望卓著，更让刘承佑坐卧难安。这份猜忌并非一朝一夕形成，而是隐帝与辅政大臣长期积怨的爆发。史弘肇性情刚愎，素来轻视文臣与宫廷进士，曾在朝堂之上怒斥隐帝宠臣聂文进不过一言数耳，干预朝政。宰相杨斌则屡屡驳回隐帝任用亲信的请求。这些言行让年轻的隐帝深感屈辱，而李晔、聂文进等近臣又不断在其耳边进谗，称郭威、史弘肇等欲谋反，陛下若不早图，必为所致。隐帝的杀机自此滋生。公元950年，刘承佑与亲信李晔制定了周密的诛杀计划。他们率先在宫中动手，将史弘肇、杨斌、王章3位辅政大臣诛杀于殿内，随后即刻下诏，命马军指挥使郭崇诛杀宣徽使王俊、枢密使郭威等人，同时诏令镇宁军节度使李弘毅诛杀侍卫步军指挥使王殷，企图一举铲除朝中功臣势力。然而，隐帝的计划并未顺利推进。李弘毅与王殷素来交好，不愿助纣为虐，反而将密诏偷偷交给了王殷。王殷得知消息后，深知事态危急，当即派人星夜赶往邺都，向郭威告急。郭威接到密报，瞬间明白自己已身陷绝境，若不反击，必遭隐帝屠刀加害。生死关头，他采纳了谋士魏仁溥的计策，决定伪作诏书，以凝聚军心，反击刘承佑。郭威伪造了一份隐帝的诏书，谎称隐帝令他诛杀军中诸将，随后将这份伪诏在军中公开。将士们得知后，无不群情激愤，纷纷表示愿意追随郭威起兵南下，以清君侧为名诛杀李晔等奸佞，保全自身性命与前程。郭威见军心可用，当即决定起兵，率领大军向都城开封进发。郭威的军队一路势如破竹，沿途州县的将领大多是他的旧部，或是仰慕其威名之人，纷纷开门迎将，几乎未遇有效抵抗。后汉隐帝得知郭威起兵反叛的消息后，惊慌失措，在李晔等人的怂恿下，竟下令将郭威留在开封的家人尽数诛杀，包括郭威尚在襁褓中的儿子。得知家人惨遭屠戮的噩耗后，郭威悲痛欲绝，与后汉隐帝的矛盾彻底激化，起兵的性质也从最初的清君侧彻底转变为推翻后汉政权的起义。同年11月下旬，郭威率领大军抵达开封城外，后汉隐帝亲自率军出城迎战，却因军心涣散，指挥失当，被郭威的军队击溃。刘承佑在逃跑途中被身边的亲信误杀，后汉政权随之土崩瓦解。郭威率军进入开封后，并未急于登基称帝，而是先拥立后汉李太后临朝听政，以安抚民心，同时派人前往许州迎立刘知远的侄子武宁节度使刘赟为帝，试图暂时稳定局势。郭威此举并非真心拥戴刘赟，而是深谙乱世之中费力虚借宗室之名以服众的道理。当时后汉旧臣仍有不少心向刘氏、河北、河东等地藩镇也未完全臣服，拥立刘赟可暂时缓和矛盾，为自己争取巩固局势的政治缓冲期。就在局势稍有平复之际，北方边境突然传来契丹大军入侵的急报。郭威顺势以率军北上抵御契丹为名，统领大军离开开封。当军队行至澶州（今河南濮阳），军中将士突然发生哗变。新五代史中记载，当时将士数千人呼大噪，登墙越屋而入，纷纷围拢在郭威的营帐之外，高声呼喊：天子须失中自为之，
我辈已与刘氏结下死仇，绝不可再拥立刘氏子弟为帝。郭威假意再三推辞，将士们便撕裂一面黄色军旗披在郭威身上，当场山呼万岁，声震天地。在众将士的一致拥戴之下，郭威随即率领大军调转方向，回师开封。公元951年正月，在无可阻挡的兵威与民意之下，后汉太后被迫下诏禅位于郭威。郭威正式即皇帝位，改国号为周，定都开封，史称后周。他尊后汉太后为昭圣皇太后，迁居西宫，终身以礼相待。对于已被废为湘阴公的刘赟，郭威最初亦优容待之，后因局势需要而不得不将其除去。这位从邢州瑶山走出的贫家子弟，在经历丧亲之痛、行伍磨砺、权力倾轧之后，终于登上了权力的巅峰，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出身五代乱世的郭威，深知百姓疾苦与政权兴衰的关联。即位后，他以节俭为本，虚心纳谏，大力革除后汉苛弊，全力恢复政治经济秩序。郭威的节俭之风，在帝王中堪称艺术。他深知乱世疮痍皆由奢靡贪暴而起，故即位之初便力革前朝弊政。他将宫中珍宝玉器、华美装饰尽数回去，慨然道：凡为帝王，安用此物？并严令各地不得进贡奇珍异兽，以免劳民伤财。在他的身体力行与严令之下，后周宫廷开支大为缩减，一股简朴务实的新风悄然兴起。在政治上，郭威首要之务是整治吏治，安定民生。他对贪赃枉法之徒毫不留情，即便是曾任刺史的叶仁鲁，也因贪污被处决，天下为之震动。同时，他恳切下诏，要求文武官员直言进谏，凡有益于国计民生的方略，均可封状奏闻。这种虚怀纳谏的态度，使得朝堂之上议论渐开。经济方面，郭威的举措直指实弊，大刀阔斧。即位当月，他便下诏革除了斗鱼、称号等历代相沿的盘剥恶税。更为深远的是，他在位期间，将官府经营的营田土地、耕牛、农具全部分赐给佃户为永业田，并明令免除其牛租，使数十万农户摆脱了官府的束缚，生产为之复苏。他又鼓励垦荒，兴修水利，短短数年间，中原凋敝的经济便有了复苏的景象。军事上，郭威着力扭转五代以来骄兵悍将跋扈扰民的积习。他严格约束军队，深明纪律，凡劫掠百姓者必受严惩。同时，他拣选士卒，淘汰老弱，提拔了一批如柴荣、李崇进等治军严整、忠诚可靠的将领，使后周军队的面貌为之一新。在对外策略上，郭威务求稳健，对北方的契丹与北汉采取坚固防御的姿态，有效遏制了其侵扰；对南方诸国则暂维持现状，力求避免大规模征战，为国内休养生息赢得宝贵的时间。郭威的这些施政，无一不是针对五代最尖锐的陈疴痼疾。尽管他在位仅3年，但这3年间，他以简朴律己，以宽仁待民，以严厉治贪，以务实安邦。中原大地久违的秩序与生机开始恢复，一个王朝的新气象已然破土而出。他所奠定的基础，不仅稳固了后周政权，更如同暗夜中的灯塔，为其后周世宗柴荣的宏大事业，乃至赵宋王朝的最终统一，照亮了最初的道路。公元954年正月，郭威病逝，享年51岁。他临终前留下遗诏，要求丧事从简，不得铺张浪费。他对养子柴荣说：
朕死之后不必厚葬，只需用瓦棺纸衣即可，陵墓不必修建高大的坟冢，也不要派人守陵，以免劳民伤财。郭威的这一遗愿再次体现了他节俭爱民的高尚品格。同年4月，郭威被安葬于松陵，位于今河南省新郑市。郭威的松陵完全遵循其薄葬遗愿，陵墓规模远小于五代其他帝王陵寝。更难得的是，松陵选址于新郑郭店镇的荒坡之上，未占用耕地和民田。这种薄葬之风对后世影响深远。周世宗柴荣的庆陵，宋太祖赵匡胤的永昌陵，均延续了简素的规制，打破了汉唐以来帝王厚葬的传统。松陵历经千年，至今保存较好，未遭盗掘，这与郭威薄葬的选择密切相关，也印证了厚葬昭道、薄葬安魂的古训，从侧面反映了郭威的远见卓识。在继承人问题上，郭威做出了一个超越时代、深谋远虑的决定，传位于养子柴荣，而非寻找或过继年幼的郭氏血脉。郭威的亲生儿子早已在开封惨案中被后汉隐帝屠戮殆尽，郭氏宗室中虽有远亲，但多为年幼无知或才能平庸之辈，难以担当治国重任。柴荣是郭威皇后柴氏的侄子，自幼被郭威收为养子，他常年跟随郭威左右，知民间疾苦，跟随郭威平定三镇之乱，北伐契丹时，又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与战略眼光。郭威深知，在乱世之中，一个成熟、有力、富有远见的君主，远比一个血统纯正但年幼无知的继承者更能保障国家的稳定与发展。这一选择充分体现了郭威以天下为公的政治家胸襟，而非拘泥于家天下的狭隘思维。柴荣即周世宗没有辜负期望，他继位后以更大的魄力将郭威开创的事业推向高峰，几乎再现了统一的曙光。尽管他最终因英年早逝壮志未酬，但他所奠定的雄厚国力和展现出的统一势头，已深刻地改变了时代的格局。当我们拉开时间的距离，回望公元10世纪中叶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郭威的形象便从五代纷乱的帝王谱系中清晰地凸显出来。他不仅仅是一位凭借军功与兵变登上皇位的开国之君，更是一位站在文明断裂带上进行艰难缝合的历史枢纽人物。要理解郭威的全部历史重量，我们必须将他置于两个巨大的阴影与光明之间。身前是延绵数十年的藩镇割据与五人政治的深渊，政权更迭如同儿戏，民生凋敝已达极点；身后则是华夏文明重回大一统与文治秩序的漫长熹微。郭威的一生正是奋力将时代从深渊引向熹微的关键转折。郭威的崛起路径本身是五代的标准模板，起于祖武，凭勇力与战功晋升，最终通过兵变攫取最高权力。然而耐人寻味的是，他登基后的所有作为却构成了对这套赖以成功的武力至上逻辑的全面反动。在兵强马壮者为天子的时代共识下，郭威以其清醒的实践宣告，政权可以靠武力取得，但绝不能仅靠武力维系。他的节俭绝非简单的个人品德展示，而是一种刻意为之的极具象征意义的政治姿态与制度批判。他下令打碎宫中玉器珍宝，这不仅仅是否定奢靡，更是对晚唐以来宫廷挥霍无度、竭泽而渔的统治模式的彻底唾弃。他将儒家珍惜民力的道德训诫转化为一种紧迫而具体的政治实践，重塑了权力与民生的关系。他的经济改革精准地击中了中唐以来土地制度积弊的核心。
这不仅是恢复生产的速效药，更是一次深刻的社会结构试探。这种以解决具体社会疾苦为导向的务实风格，成为后周政权最鲜明的特征，并被其继承人柴荣全盘继承，并发扬为一股席卷天下的改革浪潮。郭威与其继承者共同塑造了一种崭新的王朝气质。短暂的后周一扫之前数个王朝的颓靡、猜忌与短视，展现出一种目标明确、励精图治、充满内在活力的气象。这种务实、进取、注重根本的统治文化，并未因王朝更迭而消散，反而通过相对平稳的陈桥兵变，被赵匡胤建立的宋朝全盘吸纳并制度化。宋朝初期强化中央集权，推崇文治，鼓励农桑，厘定法度的基本国策，其精神内核与施政思路与郭威柴荣时代开辟的道路一脉相承。若说华夏文化造极于赵宋，那么郭威这拨乱反正的3年，无疑是那辉煌时代奏响的第一个清晰音符。在决定王朝命运的根本问题上，郭威传位养子柴荣而非郭氏血亲的抉择，常被赞为大公无私。这固然彰显了其个人胸襟，但更深层的看，这是极端清醒的政治理性对传统宗法情感的彻底胜利。在天下分崩、强敌环伺的生死关头，一个成熟、强干、久经考验且威望宿著的继承人，是确保政权生存与事业延续的唯一生路。郭威亲子尽没的个人巨大悲痛与责立柴荣的政治判断交织在一起，反而阴差阳错地成就了历史最迫切需要的安排。这一选择确保了后周国策的连贯性与统一势头的持续性，使得那个时代珍贵的改革动能与军事优势没有因权力继承的危机而中断或逆转。从某种意义上说，为那个时代选择并确保柴荣这位继承人，是郭威所有政治遗产中最为关键的一项。后世史家对郭威的评价，随着历史镜头的拉远而愈发丰富与深刻。正史称其积月之内弊政皆除，着重肯定其迅速稳定乱局的非凡能力。儒家士人在赞赏其仁政爱民的同时，对其篡位之举亦不免有所微词，这正反映了道德史观在评价复杂历史人物时固有的张力。及至现代，他的改革被视为对中晚唐以来累积的总危机的一次勇敢回应，其成败得失皆为后来赵宋王朝更为彻底和系统的制度变革提供了宝贵的先导与境界。因此，郭威的历史定位是双重的，他既是他所终结的那个五夫当国、礼崩乐坏时代的送葬者，也是他所开启的向文治、秩序与民生回归的新周期的报效人。他用军事手段清理了舞台，却立志用文治理念来塑造历史。他的统治期虽如流星般短暂，但其光芒却为未来数百年的政治演进指明了方向。他坐落在新政的松岭，那依山为体、不树不风的形制，是他留给历史最沉默也最铿锵的告白。权力的终极荣耀，不在于陵寝的宏伟，而在于王朝能否因其治理而获得延续的生命力。当赵匡胤最终完成统一大业时，他所承接的不仅是后周的疆土与军队，更是一套经由郭威奠基、柴荣拓展的行之有效的治国理念与政治遗产。郭威，这位从行舟瑶山走出的孤苦少年，以其一生的挣扎与奋斗，在历史的断层上架起了一座坚实的桥梁。他本人或许未能踏足彼岸的沃土，但后世将永远铭记，正是他在漫漫长夜中第一个确定了前进的方位，并亲手奠定了通向黎明的最初一块基石。历史从未远去，它在声音中回荡。我是深入历史，
我们下期再见。